我和沈克结婚7年了，圈里人人都说我们是模范夫妻，只有我知道，这7年我们都在演。他的心里一直住着一个白月光。是。记得吃药。阿珂，可以不吃药吗？我想要个孩子。医院又催你交钱了，下次可以直接开口，不用拐弯抹角。不是钱的问题。结婚前我们说得很清楚，不要孩子是你自己同意的。可是如果我反悔了呢？但我没有。你还爱着他，对吗？随你怎么想。女人最蠢的行为就是以为自己可以赢过男人心里的白月光，而比白月光威力更大的是死去了的白月光。而我就是那个以为可以让他放下白月光的蠢女人。如果能回到过去，我愿意用现在的一切来交换。我要阻止那天的意外，我要告诉当年的圣旨，我爱他，远胜过爱这世间的一切。什么事儿？沈克，你是不是说不出口？那我替你说，我们离婚吧。我真羡慕你，哪怕你死了7年，他还是爱你，为了爱你，甚至愿意娶你的妹妹。你们的爱情永垂不朽，而我就是个笑话。彤彤，彤彤，彤彤，你说话啊！彤彤，彤彤。今天就便宜你们了。这可是盛家大小姐，眼睛里容不得一点沙子，全世界就她最清高，你们务必好好伺候她，看她以后怎么在盛家立足。这是绑架，我要先报警。拨不出去，怎么办？咱们兄弟也不能白干活，不是？这被抓到也是要坐牢的。您看，钱准备好了，就在车上，你们跟我出去拿。醒醒，你醒醒！嘘，你是圣旨？不是，我是在做梦吗？请你帮我解开绳子，他们快回来了，求求你救我！沈克应该就在附近，我们一定会得救的。凭什么在我的梦里还要救你？关我什么事？你在干什么啊？沈克，快去救圣旨，就在城西那个废弃仓库，快去啊！愣着干什么？走啊！他死了，7年前就死了。你别再闹了，他影响不了你沈太太的位置。你妈的药费我会按时打到医院，孩子的事你别再提了。难道我真的做梦了？这照片我不是亲手烧掉了吗？海城大学圣旨，天才大提琴少女遗憾殒命，当年圣旨被爆出强奸，第2天就跳楼了。这个人是沈克。我见到的沈克一向都是从容体面的，我从没有见过沈克这么狼狈的样子。
阿珂，我可以让你回去救他。我的耐心是有限度的。如果你从来不肯相信我，当年为什么要娶我？当年娶你，是因为你省心，从不烦我。你要的是钱，而我有很多钱。我当年嫁你，是因为我真的爱你。见死不救，会一辈子良心不安。是做梦还是真的？我得再试一次。今天是什么日子？沈克，快点！圣旨学姐采访快结束了。来了。原来圣旨出事之前的沈克，竟然也是会笑的。快点走，一会儿晚就见不到圣旨学姐了。听说学姐又替咱们学校争光了，亚洲青年大提琴大赛拿了第1名。可不是嘛！我要去给学姐要签名。圣旨，对了，圣旨出事就是今天。她好美，难怪沈之这么多年都念念不忘。阿珂，阿珂，你带我去城西小吃街吃好吃的吧，我出国这一趟都馋坏了。好。不能去，阿珂，不能去，你们今天不能去城西。阿珂，你们认识？同学，我们认识吗？不认识，我只是听说城西那一带正在做旧城改造，乱得很，不如你们去街心花园吧，那边有一条新的美食街，好吃的比较多，而且环境也好，和你们的身份比较配。好，你的建议我们知道了。沈克，你一定要听我的，不能去城西，求你一定要听我的。阿哥，我回到了7年前，我可以改变所有人的命运。如果可以，我愿意你一辈子都像现在一样高兴。所以，你们千万不要去城西。死丫头，你还不快来帮我的忙，想累死老娘吗？听见没有啊？赶紧过来！晚一步我就打断你的腿！妈！快过来给我送一袋土豆到城西烧烤店去，人家等着用呢。我怎么忘了？我妈现在还好好的，真是太好了。阿珂，我们真的不去城西吗？可是我好想吃城西大排档的烧烤，在国外都吃不到。你一定要听我的，不能去城西，求你一定要听我的。我们去其他地方吧。姐，我崴到脚走不了路了。什么？好，我马上过去。张叔，掉头去城西，小渊受伤了。我说的你们都记住了吗？只要圣旨一落单，你们立刻就把他抓过来。明白。小袁，下面就看你的了。您放心，那个贱人什么都要和我争。既然他自诩高贵，那我就让他彻底跌入泥里，再也抬不起头见人。小袁，你没事吧？姐，我崴到脚走不了路了，别看了，好痛。姐，我想吃大排档的烧烤，妈妈又不让，你给我买好不好？阿珂，
看来今天我和这里的烧烤有缘，你去帮我们买烧烤行不行？好，你们等我。姐，我还想吃结尾的双皮奶。好，我去给你买，你别乱跑。你生下来就样样比我好，处处抢我的风头。过了今天，我看你还有什么脸见沈城。你怎么在这里？我不是让你们不要来城西吗？圣旨呢？城西仓库在哪里？你在说什么？你到底是谁？沈克，马上去城西仓库救人，否则你会悔恨终生的。你是说圣旨被绑架了？你怎么知道？你这个大傻瓜，别问了，再不去救人就晚了。顾不了那么多，这边。我是盛家大小姐，你们敢欺负我，不会有好下场的。我管你是谁，到了爷手里就是让爷发泄的工具。老二，上！不要，求你们放了我！你们要多少钱我都给你们！阿哥，救我，救我！臭逼贼！今天你就是喊破喉咙也没人来救你。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明知他从不在乎你，你到底还在期待什么？放了他，我会考虑给你一条生路，否则等沈家的人来了，你只有死路一条。不可能！你们今天谁也别想活着离开这里！你什么意思？你们真当我们哥俩在道上是白混的？我们拿人钱财与人消灾，你们等死吧！沈克，以你的本事，带着圣旨逃出去毫不人力，你们快跑啊！闭嘴！他们的目标不是我，我未必会有事。你赶紧逃出去，再带人来救我，不然我们谁也逃不出去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回来救你。阿珂，有了圣旨，请你一定要幸福的活下去。妈，对不起，我不能回家吃饭了。阿珂，我们不能抛下你不管，所以我让阿珂回来了。是你让他回来的。保镖马上来了，你别怕。咱们弄死他们，否则没法交差。阿珂，你有没有事？你们给老子一起去死吧！阿珂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你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倒是那个叫彤彤的女孩，好像伤得不轻，现在还没醒过来。我去看看。阿珂，你不觉得你跟他之间很不一样吗？怎么会？只是他救了我们，我总不能置之不理吧？只是因为他救了我们吗？那当然，
我去看他也于事无补，给他找个好看护吧。不早了，我先陪你回家。你说你就让你送点土豆，结果弄得全身是伤，你怎么这么没用啊？你说你没事学什么舍己救人？人家呀就打发了一个护工来，我看着碍事儿就让他走了。没想到竟然失手了，真是可恨。我们准备的这么充分，怎么会失手？这其中你查过吗？查了，听说是一个叫彤彤的女人去通风报信，还带着沈翠准不无误的找到了城西仓库，我们这才失手的。这件事只有你和我知道，他又是怎么知道的？不行，这个人不除，我心难安。放心，就算您不说，我也不会放过他。这点伤很快就好了，你安心睡吧。明天我接你一起去学校。他怎么知道圣旨会出事，还知道的这么具体？他到底是谁？知道多少？不行，我得去问清楚。贱人，今天坏了我的事儿，我要同样还在他身上。白天的事儿你手下办砸了，这件事儿再办不好，我会让你死得很惨。是。你是谁？滚出去！这是最烈的药，只要沾到一点就会让你不受控制。我劝你省点力，一会儿好伺候老子。是你？你怎么出来了？阿哥，我难受，救我！你干什么？阿哥，阿珂，你不是一直想……阿哥，你怎么了？你到底是谁？我现在是在过去，他不是。帮个忙，我被下药了，伤口都撕裂了，也不知道用了多大的力。是那个时候吗？为了保持清醒，他自己撕裂的伤口。今晚病人需要陪护，您需要我们给他安排看护吗？白天圣旨被绑架，晚上他就遇到了危机，他是唯一的知情人，这是有人想报复灭口。不用了，今晚我亲自照顾他。那我们先走了，有什么事儿您给我们打电话。你认识沈克？认识。你和沈克是什么关系？我是是他什么？老婆。盛家坏事做尽，我们家绝不能和他们联姻。圣旨心高气傲，也绝非沈策的良配，请列祖列宗保佑沈策早日清醒，别再鬼迷心窍。老夫人，大少爷带着一个女孩去咱们家酒店开房了。什么？这是咱们酒店的监控，您看，少爷抱着个女孩子直接进了酒店。老祖宗显灵了！快给我查一下这女孩是谁，我明天就去见她。不，连夜给我找几个媒体过来。姐，你看新闻了吗？什么新闻？昨晚沈策哥哥带着一个女孩去酒店，现在所有的媒体都赚疯了。虽然暂时弄不死你们，但是能让你这个贱人难受，也算是有点用。哼，现在就去酒店。你今天怎么还没去公司？他这么大反应。这女人疯了吧？大早上的发什么疯？这是7年前，谁来救救我？姐，里面肯定有鬼。你在干嘛？你怎么来了？
盛小姐，这件事不是……贱人，你敢勾引沈策哥哥，我打死你！上门挑衅我要嫁给沈科，我早就想打你。圣旨，你干什么？他是你的救命恩人，所以需要你报恩报到床上去吗？你在说什么？我们没有，你误会了。我误会。沈大少是不是没看今天的新闻啊？沈氏集团正紧锣密鼓的筹备娶大少奶奶，现代版灰姑娘。童小姐，这是好手段啊！沈策，这就是你念念不忘的白月光，我还以为多清高多与众不同，原来也不过如此。童小姐，你怎么知道我被绑架，又怎么会出现在城西？我不信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巧合。还请童小姐解释一下，否则容易让人误会这一切只是你自导自演的一场戏。圣旨误会了这个贱人，我正好把污水往她身上泼，这样才不会有人怀疑我。对，我姐说的没错，你要是说不清楚，就证明心里有鬼。我真是大开眼界，盛大小姐，如果不是我救了你，你早就清白不保了。你一句感谢都没有也就算了，竟然还是非不分的污蔑我，还真是恩将仇报。阿珂，您说，您相信谁？圣旨。这些真的只是个误会，你相信我，我一定会把一切都弄清楚。姐，你看，又有媒体爆料了。你让我怎么相信你？你这个骗子！老夫人，昨晚少爷和童小姐车上的照片我已经发出去了，所有媒体都上了。干得好，让他们多发，我要让整个海城都知道。可是您带头发大少爷的绯闻，这合适吗？没有比这更合适的了。快点，我要赶紧去见我的乖乖孙媳妇了。我还以为圣旨真是女神，没想到也仅此而已。不过哪怕是这样，沈策还是对她情有独钟。彤彤啊，彤彤，放下所有来这受气，真的值得吗？让你快点，现在人都走了。老夫人，那咱们回家还是去公司？我今天一定要见到我的孙媳妇儿。走，去学校。圣旨，我不想因为一个误会弄得不愉快。昨晚有人给他下药，下药的人和白天绑架你的是同一伙人，我只是救了他，你相信我。你要我怎么相信你？全海城谁不知道我们是情侣？可是现在她才是你沈氏集团公开承认的少奶奶，你把我置于何地？那些消息可以澄清，我不会跟别人结婚的。你怎么澄清？就算你不跟他结婚，可有了那些照片，所有人都会认定你们曾经在一起过。我圣旨从小到大事事追求完美，可现在在别人眼中就是一个笑话。圣旨，我不明白，你要找的是一个完美对象还是男朋友？你在乎的到底是我和他昨晚有没有在一起，还是别人的眼光？我和他一起开新闻发布会解释，这样做你满意吗？你不是最讨厌女人无理取闹吗？你不是从不对别人解释吗？原来所有的标准只是对我而已，对你真正喜欢的人，你也可以无限的迁就纵容。童小姐未必愿意吧？毕竟这个局面是她一手促成的。没错，我不愿意，除非你求我。只要你求我，我甚至可以承认是我故意勾引你，而你坐怀不乱，这样照片也可以解释清楚了。沈科，你从不求人，我倒要看看你能为了圣旨做到哪一步。彤彤，那些新闻的确不是我的本意，如果可以，请你够了，别说了。亲眼看见自己清冷的老公深爱着别人，原来是这种万箭穿心的感觉。你这是答应了？那我们现在就澄清，童小姐可不要临阵脱逃。你看沈科的眼神，我再清楚不过。我不相信你会放弃唾手可得的机会，我要在沈科面前撕下你的伪装。沈科，夫妻一场，当年你救了我妈，今天就当我还给你。时间到了，开始吧。我是彤彤，对于今天海城各大媒体宣传的当代灰姑娘的新闻，本人特此澄清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通知学校，赶紧阻止！是。我和沈氏集团沈克先生并没有发生任何关系，大家看到的照片是我满意了吗？让他们马上结束！蓄意勾引。怎么回事？怎么断了？不知道啊，可能是网络故障，我们抓紧修一下。谁在欺负我孙媳妇儿？奶奶，
你为了让他高兴，就可以任由他胡闹，伤害无辜的人吗？我就是这么教你的，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。如果不是您发布那些不实的新闻，我们也不必。如果你们的感情牢固，不管我做什么都没有用。可结果呢？他清高自傲，把面子看得比你重要，你受不了，所以拿彤彤出气。你真是气死我了。老夫人，我们走到这一步也是您逼的。再说是他自己自愿的，他这么做是想在沈客面前博同情，我只是给了他一个机会。我来的时候已经查过了，人家昨天救了你啊！要是没有他见义勇为，你还能这样高高在上、冰清玉洁吗？我要是你，跪下来给人家磕3个响头都来不及。奶奶，将仇报，果然是你们盛家人的作风。你这孩子也太老实了，要知道别人的口水都能把你淹死。嫁给沈客的那几年，老夫人一直病恹恹的，我不知道7年前的她竟然这么威风。怎么了？傻了？老夫人，正好大家都在，我们当面说清楚，我不想嫁给沈策，您的好意我心领了。晚了，我已经把聘礼送到你家了，你妈做主收下了。什么？什么？圣旨，我奶奶说的话你不要放在心上，最重要的是我们在一起，不是吗？阿坑，我们分手吧。什么？我要的东西从来都是完美无缺的，既然你已经是别人的未婚夫了，就不是我的完美对象，我接受不了。阿坑，只有让你暂时失去我，你才会知道我对你有多重要。我圣旨从来不打会输的仗。彤彤，你真的不愿意嫁给阿克吗？你看他的眼神，奶奶看得出来你喜欢他。阿克，是奶奶错了，奶奶当年不该阻止你们在一起。圣旨死后，沈客娶了我，却是没有再高兴过。这件事成了奶奶心里的一块心病，身体也一日不如一日。不管沈客如何，奶奶对我不差。你再考虑考虑。不用考虑了，奶奶，我已经决定了。奶奶，沈客喜欢圣旨，你应该成全他们，否则沈客不幸福，你也会后悔的。可是他们真的成不了。为什么？盛家仗势欺人，无恶不作先不说，圣旨清高自傲，把自己的脸面看得比命重要。你瞧，发生今天的事儿，他一点解释的机会都不给阿克，这样的妻子怎么能过日子？怎么，白天不是说不嫁我吗？这么快就反悔了？你什么态度？您要我什么态度？您操控我还不够吗？我和圣旨分手了，您满意了？你怎么这么跟奶奶说话？开始管我了？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儿。大晚上的在我家里商讨结婚细节，圣旨说的没错，你真是说一套做一套。滚出去！我看到你就恶心。奶奶，我先走了。你站住！你以为彤彤来是想嫁给你，人家是来退婚的。他还劝我不要阻止你和圣旨，这么实心眼的孩子，你错过他就等着后悔吧。没什么好后悔。没什么好后悔。人家彤彤从出现到现在做错过一件事吗？我都查清楚了，他不顾性命救圣旨，你和圣旨感激过他吗？他被人下药，被人追杀，抱怨过一句吗？你不过就是在酒店照顾他一晚上，被盛家人当着你的面打了2个耳光。他为了让圣旨跟你和好，甚至愿意承认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，而你呢？你就算对陌生人也不能这么过分吧？外面这么大的雨，这里是半山啊，你把他赶出去，他连车都打不到。阿克，做人要有良心，你快去把他追回来。我不去。好，你不去，我自己去。奶奶，奶奶。我去！我到底为什么要来这里受气？他们好不好和我有什么关系？他幸不幸福又关我什么事？我好好做我的沈太太不好吗？我到底为什么要爱他？你怎么来了？上来啊！你还想在雨里淋多久？对不起，白天在学校，我本意是想让你和我一起澄清网上的新闻是假的而已。我并没有想过伤害你，还有刚刚是我一时失控。我奶奶说的没错，我和圣旨的事儿与你无关。阿克，我们结婚以来，这是你第一次对我道歉。你一开口，我就迫不及待想要原谅你。你的脚。哦。
你也挺倒霉的，认识我几天，浑身都是伤。喝点姜汤，你们这一晚都受了寒，别弄感冒了。你们聊，我先睡了。小样，就你们俩还想跟我斗？糟了，上当了！什么当？你竟然给我们下药，你为老不尊！老王，你赶紧给我开门，不然明天我开除你！离我远点。沈克，你到底行不行啊？不行的话，换我来。你给我闭嘴！奶奶昨晚竟然给我们下药。不过不能否认，不管是7年前还是7年后，我都拒绝不了她的魅力。你刚刚是不是想这样？才不是！不许看！也许奶奶说的没错，和他在一起也是不错的选择。沈克属狗的吧？哎呀，我的乖乖孙媳妇，昨晚累着了吧？奶奶，不说，奶奶知道。奶奶给你准备了礼物。这是？今晚你们学校有校庆晚宴，奶奶提前把这件海洋之墨订了回来，送给我的孙媳妇儿。好漂亮的礼服！走，奶奶陪你试礼服去。奶奶，一个校庆晚宴不至于这么隆重吧？虽然你没有答应嫁到沈家来，但只要我没有公布你们取消订婚，你代表的就是沈家的脸面，当然得隆重一点。那好吧，既然是代表沈家的脸面，那当然是和我一起出席最好，免得别人说闲话。老夫人，看来昨晚大少爷和童小姐……那是当然，我亲自出马，还能搞不定这2个小冤家？这一季的新衣怎么都那么俗气？您要求要全球首穿，又要当季独一无二的款式，这已经是我们所有符合要求的了。您再看看，比如这件，你们店那条镇店之宝海洋之米呢？取来给我试试。盛小姐，那件礼服被提前订走了。谁订的？这我不清楚。姐，我们派去盯着彤彤的人来回话，那贱人昨晚没有回学校宿舍，也没有回家，肯定在外面乱搞。果然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就这件，我要立刻过去，当着沈克的面拆穿他的嘴脸。这不是那天直播的那个同学吗？他不是说和沈大少没有任何关系吗？假的呗，你没看到人家现在是沈大少的女伴吗？沈家可真舍得在他身上砸钱，他穿的那条裙子就是大名鼎鼎的海洋之名，圣芷学姐的礼服都要低好几个档次呢。那件衣服怎么会在他的身上？沈大少，校长正找您呢，我带您过去。你一个人可以吗？你去吧。士别3日，当刮目相看。童小姐，我敬你一杯。童小姐出身低层，但是进入这样的场合倒是不怯场啊。哼，这样的场合，她平时哪有机会参加？为了这一天，只怕在家里偷偷练了无数次吧。做沈克妻子的时候，我参加的宴会，你连进门的资格都没有。
什么意思？你这样的贱皮子，我见多了。为了今天能穿上这件衣服，昨晚你做了什么下三滥的事儿，自己心里有数。盛元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信息量很大呀。不过以彤彤平常的打扮，的确不像能穿这种礼服的人。不会是陪老男人那个吧？还以为有多高明的手段，我敢承认，你敢听吗？你这是承认昨晚做了见不得人的事儿，对吗？说实话，你真的让我挺失望的。你什么意思？姐，不用跟他废话，这种人就是欠教训。她今天是我的女伴，任何人想欺负她，都得掂量掂量自己身份。阿克，阿克，往年都是我给晚宴做开场表演，既然你换了新女伴，不如也让同学们见识一下童小姐的才艺。阿克，只有对比，你才能感受到她和我之间的差距。他不用。难道是怕露怯？也是，小门小户出来的，能有什么才艺？人啊，从出生那天就已经分了高低贵贱。虽然话难听了一些，但是他和圣旨学姐比的确差很远。没错，简直是云泥之别。童小姐不敢吗？你倒是弹呀！不会弹不出来吧？脸还要不要了？刚刚承认不会还没那么丢人，现在要是弹不出来，才真是丢死人了。阿克，你看到了吗？她就是个什么都不懂却贪慕虚荣的女人。西方有位哲人说，女人呐，华丽的金钻，闪耀的珠光，为你赢得了女皇般虚妄的想象，岂知你的周遭只剩下势力的毒，傲慢的香，撩人也杀人的芬芳。女人呐，当你再度向财富致敬，向名利欢呼，向权力高举臂膀，请不必询问那只曾经歌咏的护梅，她已经不知飞向何方，因为她的嗓音已经干枯暗哑。为了真实、尊荣和洁净灵魂的灭亡，一个人的灵魂是高贵还是低贱？难道就看他会不会弹钢琴，或者是看他生在哪门哪户，身上穿戴哪些品牌吗？会弹琴有什么了不起？我告诉你们，我就只会弹这一首，那又怎么样？姐，我查到了，取走海洋之秘的是一个老男人，这贱人昨晚肯定做了见不得人的事儿。那还等什么？今晚就让沈克看清楚这贱人！嫁给沈克时，被奶奶逼着学了一阵钢琴，没想到竟然在这里派上了用场。这贱人在这里呢！盛元，你说他私生活不检点，在校外陪老男人睡觉，不是真的吧？当然是真的，不然就凭他的出身，只怕一辈子不吃不喝都穿不上海洋之精这样的礼服吧。下三滥的出身，也就只配做那些下三滥的事情。一边勾搭着老男人，一边勾搭着沈克，真是下贱坯子！贱人，你的嘴巴太脏了，我给你洗洗。我本来是不想再跟你计较的，可是你不止抢走阿克，还做出这种事，真是让人不齿。我做了什么事儿？你昨晚没有回学校宿舍，也没有回家，在哪里过夜？难道还要我说出来吗？你为了穿上海洋之秘，在晚宴上抢我的风头，不惜出贱卖自己的身体，实在是让人恶心。圣旨学姐是不会错的，这贱人肯定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。为了抢圣旨学姐的风头出去卖，太贱了。刚刚弹钢琴还说的正义凛然，没想到实际上是这种货色，真恶心。我没有，这件礼服是，你还敢狡辩？专柜已经发了照片过来，取走这件礼服的就是一个老男人。是这样，原来是这样。王管家，他去取的礼服，所以他们就趁机栽赃我。贱人，证据摆在面前，你还有什么说的吗？你已经得到了沈克，还有什么不满足的？一定要抢走我所有的风头吗？贱人，你敢杀害圣旨学姐，我们不会放过你的。这些人都是愣头青，我惹不起得赶紧解释。这件礼服是沈老夫人送给我的，取礼服的是沈家的管家，你们不信大可以去查。这就是你出卖身体的证据！不是，这贱人，这样的证据
具，只怕他全身都是吧？他不配穿海洋之谜。我们把他的衣服扒了，看他还有什么脸见人。没错，他不配穿。我们要让全校的同学都来看看他下贱的样子。昨晚看来这贱人没少出力，这样的痕迹全身上下不知道还有多少。咱们一会儿拍下来发到网上去。我没有，你们一定会后悔的。你们住手！沈克来了，你们会后悔的。等沈克来了，看到你这副样子，只会感到恶心。快看！大四学生为了一件礼服出去援交，学校的贴吧上都转疯了。竟然真的有这种下贱的人，正被别人脱衣服呢，活该！咱们也去看看。那女的好像是叫彤彤对吧？怎么又是她？滚开！滚开！这瓶硫酸赏你，看你以后拿什么勾引沈克哥哥。你想干什么？你们一个个的都是贱人，我会把你们全都除掉。贱人去死吧！阿珂，你没事吧？沈克哥哥，你不要再被这个虚伪的女人骗了，她一边勾搭着你，一边出去卖。阿珂，小袁说的都是真的，她为了穿上这条海洋之戒，在宴会上抢我的风头，不惜出卖自己的身体。这样的女人不值得你为她出头。没错，她浑身都是那个老男人的咬痕和吻痕，我们亲眼看到的。如果是真的，那彤彤手段也太下作了，难怪盛家人要教训她。这种女人，你不值得你这样。她是什么样的人，我比你清楚。敢动我的人，把他们全都拖下去，好好教训。通知校长，全部开除。是，少爷。沈大少，我们是被盛元找来给你抱不平的呀！盛芷学姐，你快救我们啊！我是盛家二小姐，谁敢动我？就算你维护这个贱人，也改变不了她出去卖的事实。她彻夜不归，身上的痕迹我们都看到了。这条海洋之谜是我沈家送给孙媳妇儿的礼物，她不用抢任何人的风头，因为她是我沈克的女人。什么？天哪！沈大少这是公开打盛芷学姐的脸了吗？我以后就是货真价实的沈家少奶奶了。快别说了，我还从没见盛芷这么丢脸过。这怎么可能？这贱人怎么配？还愣着干什么？带下去。今天的事儿，我不想再听到任何人提起。阿珂，这不是真的，对不对？他哪里配得上你？他就是个……盛芷，我今天才知道，过去你的体面和大度都是假的。他怎么样？沈少爷，您怎么还在这里？您的手被硫酸泼伤了，必须立刻清理伤口，避免感染。别说那么多，他现在怎么样？童小姐是皮外伤，您的伤口比她还严重些，快跟我来吧。彤彤，我的乖乖孙媳妇，你怎么会受伤？伤得重不重啊？医生呢？快把医院的医生全都给我叫过来！不用了，奶奶，医生已经看过了，我没事。这件礼服都破成了这样，怎么可能没事？快告诉奶奶，今天是谁欺负你？奶奶一定不会放过他们。奶奶，人我都已经处理了，您就别操心了。你怎么也受伤了？今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同学之间的一点摩擦，我都处理好了。不信你问彤彤。为了维护盛芷，他连手上的伤都顾不上包扎，哪怕盛芷真的伤了我，沈克也舍不得处置他。是啊，奶奶，一点小事而已，您别担心了。这么晚了，让管家送您回去休息好不好？听你这么说，我就放心了。那奶奶不打扰你休息了。阿克，你要好好照顾她，别让人再欺负她了。您放心吧，我知道了。盛家势力不小，
今晚的事我已经处置过了，要是奶奶再插手，只怕盛家会对彤彤更加不利。你怎么样？还疼吗？你放心，不管是沈家的声誉还是你，我都会负责到底的。你的手也受伤了，快去包扎吧，我也要睡了。他估计是吓坏了。那我走了，你好好休息，明天我再来看你。也是，我现在只是沈家名誉上的少奶奶，这一切不过是我的自作多情罢了。你妹妹为你受了那么大的委屈，你倒好，半点事儿都没有。怎么，你很希望我有事儿吗？你怎么跟你继母说话的？你还真以为你高人一等吗？我不过是看你能拴住沈克，将来可以利用沈家的势力帮我盛家洗白。实话告诉你，要是没有沈克，你什么都不是。沈克是我的，谁也别想跟我抢！他是不是疯了？少爷是去公司还是去学校？去医院。医生，出院单麻烦您签个字。彤彤，是你？景深哥，真是太巧了，咱们多少年没见了。我搬走的时候，你才这么点高。是啊，太巧了。你怎么弄得浑身是伤？这件事说来话长，不过已经没事了。你这还没到出院的时候啊！拜托了，景深哥，我一定要出院，你就帮我签个名吧。你还是跟小时候一样的倔，我可以签，但你半个月后必须回来复查。谢谢景医生。哎，彤彤，怎么这就要走了？这么多年没见了，就不一起吃顿饭吗？走吧，景深哥，我请你。这个房间的病人，他已经出院了，什么时候走的？就刚刚。去给我查一下彤彤在哪里。我记得你爱吃红烧肉，以前我妈每次做这个菜，你一准来我家。这是我回来吃的最开心的一顿饭。什么？哦，没什么，我是说今天的饭很好吃。你喜欢就好。现在可以跟我说说为什么受伤了吧？和同学相处不好。算是吧。我们彤彤最善良了，如果别人不喜欢你，那一定是别人的问题。不过还是要注意保护好自己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没事，你去忙吧。没烫到吧？少爷，暂时没有童小姐的消息，继续找，有消息第一时间告诉我。记得啊，下次再被别人欺负，立马告诉我。 Yes, sir。记得啊，下次再被别人欺负，立马告诉我。 Yes, sir。那个男的是谁？他从来没有在我面前那么开心过。阿珂，我是来跟你道歉的。你不应该跟我道歉，你应该跟彤彤道歉。阿珂，我不是存心针对彤彤的，我也是被小圆误导了。我以为彤彤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，一时气愤，这才失了分寸。昨天他们动手的时候，我也尝试阻止了，可是他们都在气头上，我的手也受伤了。下一场乐团的演出，我因为手受伤失去了演出资格。阿珂，你别再生我的气好不好？我相信你，这件事到此为止，以后谁都别提了。阿珂，再抱我一次好不好？就当正式告别。不要哭，不许哭，不许哭！你明明知道沈策有多爱圣旨，是你自己贪心，是你活该才让自己一遍遍的受伤，遍体鳞伤。好巧，你也来食堂吃饭吗？嗯，那我们一起吧。沈大少居然冤尊降贵来食堂吃饭了？不是啊，他旁边不是盛远学姐吗？修罗场啊！好巧啊，彤彤，我们可以坐在这里吗？这里又不是我家，你们随意。彤彤，那天都是我的错，你别生阿珂的气了。要怪就怪我没有管好小云。出了事就全部推给别人，你还真是打了一手好算盘。再说，我生他的气和你有什么关系？你生他的气就是在生我的气。这样吧，只要你消气，随便你怎么对我都行，不然奶奶那边阿珂也没办法交代。果然还是因为奶奶，真的什么都行。只要是为了阿珂，都行。
这巴掌是回敬你在酒店打我的那一记耳光。彤彤，够了，别这样！够了，他已经道歉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不好意思，我今天打了你的前女友，你要是想为她出气，我随时恭候。阿珂，你难道就看着彤彤这样欺负我吗？彤彤被打的时候，我从来没有站在她的身边。阿珂，我给你叫的医生很快就来，我还有点事儿，先走了。找个跑腿，立刻把这些照片送到沈科的手上，别留下任何痕迹。贱人，等我把阿珂抢回来，我会亲手毁了你。你工作那么忙，不用经常来看我妈的，她唠唠叨叨的，每次都说个没完，耽误你的时间。也不光是为了看望阿姨，今天主要是来提醒你，明天你该去医院复查了。啊？你答应我的事儿不会不算数吧？好吧，那我明天下午去。他就是你躲我半个月的原因。彤彤，他是一个同学。你就这样跟他介绍我？一个同学？不然呢？我应该怎么介绍你？你发什么疯？看到了吗？这就是他口中的同学。漂亮的女孩身边不乏追求者，同学也是其中之一。你，景深哥，你先回去吧。那好，明天我等你，你别忘了。你给我站住！你和他到底什么关系？你别忘了，你是我沈家的未婚妻。什么未婚妻？那都是你们沈家逼我的。有人问过我愿不愿意吗？你怎么了？我们之前不是好好的吗？你在闹什么？沈策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也知道你喜欢圣旨。奶奶那里我会跟她说清楚，但是我求你，别再来打扰我了。你在说什么？关圣旨什么事？我和他的事已经过去了。过没过去，你自己心里有数。放开！放开你！放开我！你少拿圣旨说事！你就是因为刚刚那男的才这样的吧？你们是半个月前在医院遇到的，然后几乎天天见面。也就是那天，你开始躲着我，是不是？你调查我？你把我沈策当什么？我们明明什么都做过，你转身就可以对别的男人投怀送抱，你们发展到哪一步了？是这样？放开我！是这样？你想要就去找圣旨，别动我！我很想。放开我！你到底在气什么？我没什么可气的。那你要怎么才能像以前一样？那我问你，为什么一起欺负我的人，你偏偏不处置圣旨？你在意的从来就只有他。圣旨已经给我解释过了，当时只是误会了你，为此受了伤，失去了比赛资格。你为什么还揪着他不放？他说什么你都信，那你还来找我干嘛？我交代你的，你都记住了吗？放心吧，我会注意分寸的。圣旨，圣旨！怎么了？彤彤，你怀孕了。是那天那个人的。你打算这个孩子要不要？如果不要，我今天就给你安排手术；如果要，那和孩子爸爸商量，或者
给孩子找一个新的爸爸。这可是我7年后做梦都想要的孩子呀！我应该告诉沈聪吗？我很想你。放开我！宝宝，也许妈妈应该为了你再努力一次。医生，医生！阿珂，我怕。别怕，我会陪着你。彤彤，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景深哥，我想把他生下来，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盼了他多久，可是他没有爸爸。别哭了，哭多了影响胎儿健康。生这个孩子生下来，我当他爸爸。不行，我不能影响你。我是认真的，反正我妈天天催我结婚，咱俩凑合正好。这件事以后再商量。现在最关键的是你得做个系统检查，确定孩子是健康正常的。景深哥，这样不太好吧？我又没病。你现在就是病人，刚刚医生说的话你没听见吗？医生说你 HCG 偏低，就算在医院保胎都是应该的。没那么夸张，医生只是让我多休息。阿哥，今天你留下来陪我好吗？我一个人有点怕。我先送你去病房，听听医生怎么说，别想太多。你怎么了？哎呀，我的腿好痛。我没什么事，有点贫血而已。你去看圣旨吧。景深哥，我们走吧。阿珂，我真的好痛。是这里痛，还是这里？喂，奶奶。彤彤，你都半个月没来看奶奶了，每次打电话你都说忙，今天能不能来陪奶奶吃顿饭啊？沈策今天在医院陪圣旨，想必不会在家吃饭。我正好趁机和奶奶说清楚，把婚约解除。好，奶奶，我现在过去。沈少爷，盛小姐没什么事儿，可以不用住院。听到了吧？你别担心了，我一会儿送你回家。我不回去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你要是不说，我就找人去查了。自从我们分手后，我爸爸觉得我没用，就把我从盛家赶出来了。你怎么不早说？我不想影响你和彤彤，算了吧。少爷，老夫人摔倒了，您快回家看看。什么？圣旨，我今晚不能陪你了，奶奶摔倒了，我回去看看。我跟你一起去吧。奶奶也是我的长辈，上次在学校我顶撞了她，想当面道个歉。那好吧。童小姐来，您就开心。不过，您为什么骗大少爷啊？他又不像彤彤那么听话，我不骗他，他能立刻回来吗？虽然他们谁也不说，但我看得出来，他们俩肯定闹别扭。老夫人，童小姐来了。奶奶，你都多久没来看奶奶了？小没良心的。这一阵学校忙，我一时没抽开。今天厨房做的都是你爱吃的。奶奶，我今天来是想……奶奶，你怎么能撒谎骗人？我油门都快踩到底了。吃饭。彤彤，是你给奶奶出主意，让奶奶骗阿珂回来的吧？也怪我，拖着阿珂在医院陪我，让你担心了。是我让我孙子孙媳妇回来吃饭，你来干嘛？奶奶，是我让他来的。奶奶，其实我有事跟您商量。你说，奶奶听着。我想和沈克取消婚约。什么？这个婚约本来就是乌龙，你也不愿意不是吗？解除了对大家都好。你和阿珂不是挺好的吗？是不是有别的女人作妖？你告诉奶奶，奶奶给你做主。阿珂，看来奶奶是误会了。不关你的事，是因为景深吧？随你怎么想。奶奶，还请您尊重我的决定。阿珂，你快去把彤彤给我追回来！奶奶，您别逼阿珂了。你给我闭嘴！阿珂，人不可能同时给2个女人打伞，你拖拖拉拉、犹豫不决，最后只会3个人都受伤。奶奶不逼你，但是奶奶不想看到你后悔。彤彤也太任性了，阿珂会自己做。阿珂，盛小姐，你看到了，阿珂已经做了决定，你死了这条心吧。管家，送客。我想要的东西一定会得到，谁也别想拦住我。老太婆，你总要死在我前头，只要你死了，看谁还能护着那个贱人。
彤彤，你把话说清楚。我没什么好说的。你和我明明已经，我会对你负责的。不必了，在一起也不会幸福。你跟那个景深在一起就会幸福了？不一定，但我可以试试。试试什么？怎么试？这样吗？你喜欢的人明明是圣旨，你凭什么这么对我？盛小姐，您让我查的童小姐医院记录都在这里。贱人，她竟然怀孕了！还有一件事，您让我调查您被绑架的事，我把绑匪的周边关系和资金往来都查清楚了。您看，根据线索推断，绑匪很有可能是您的妹妹盛妍。再给你加100万，把这个人给我找出来。是。彤彤，不要怪，要怪就怪你非要跟我抢沈蹭。景深哥，你怎么来我们学校啦？你们学校有个讲座，我是客座教授，既然来了，当然要来看看你。怎么吃不下？吃这个，我亲手给你做的。为了他，你也要好好吃饭。他们关系可真好，东西都可以交换着吃。阿克，你不会生气吧？你干嘛？你注意你的身份，被别人看到或者被媒体拍到，丢的是我沈家的脸。我昨天已经跟奶奶说清楚了，我们以后没关系，你放手。沈克，放手！要放也是他先放。你没事吧？你怎么回事？不要你管。他说了，不用你管。我们的事还轮不到你一个外人插嘴。放下来，放下来！沈策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快放我下来！我不看医生，你放开我，放开我！你都吐成什么样了？为什么不看病？景深还是个医生，连这点常识都没有。关他什么事儿？你快让开！王院长，你快给他看看。你这小子，我要出差去给人家会诊，人都到机场了，你10万火急的把我叫回来，我还以为是你奶奶出事了。您快给他看看吧。小姑娘，是哪里不舒服？我没事的，不用麻烦了，我现在就回家。你们这些小姑娘不会爱惜自己身体，身体不舒服就得治。这样吧，先给她抽血化验一下，我看看再说。我不抽，我要回家。你到底怎么回事？跟你说半天，都比不上人家来看一眼是吧？他什么意思？我怎么感觉他在吃醋？没事的，你安心休息一会儿。我要睡了。他不是应该去陪圣师吗？守着我到底是为了什么？难道他对我也有一点点动心吗？不行不行，他对圣师那种明目张胆的偏袒才是真正的喜欢，我根本什么都不算。我们到底怎么了？现在竟然只有等你睡着才能安静的在我身边待一会儿。贱人，没想到阿克真的喜欢上了你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，我一定会把阿克抢回来的。王院长，她没什么事吧？她挺好的，但是怀孕2个多月了，这事儿你知道吗？什么？2个多月？我们在一起才半个月，孩子怎么可能2个多月？唯一的解释是，这个孩子不是我的。景深哥，我怀孕的事儿不会被沈克知道吧？你放心，我在系统上把怀孕项目的检查删掉了，你的报告上看不出来的。那我就放心了。彤彤，沈曾是你肚子里孩子的爸爸吗？彤彤，沈科是沈氏集团继承人，这个孩子留下来可能会有很多麻烦，你想清楚了吗？我已经想清楚了，无论如何，我都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。那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。只怕你们没有这个机会。你滚出去！这里是医院，我是医生，你没有权利这么做。
这里是沈家的医院，看来是我对你们太客气了，所以你们已经不知道这里到底是谁做主了。沈科，你想干什么？你以为我会干什么？为了你争风吃醋吗？你不配，把他给我弄出去！图图，沈策，你凭什么这么对他？怎么，还真想把这个孩子生下来？你都知道了，你还想瞒多久？所以你是因为我怀孕迁怒他吗？你不要对他动手，是我一定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的。你背着我生孩子问过我的意思吗？你把我当什么？怎么又想装可怜博同情吗？圣旨当初没有说错，你就是别有用心的女人，我绝不会容忍你生下这个孩子。你死了这条心吧！这个孩子我一定要生下来，你放心，我不会打扰你的生活的。你和圣旨就当我和这个孩子不存在，我求你让我生下这个孩子。你做梦！现在我不会把景深怎么样，但要是你执意要生这个孩子，那就说不准了。阿克，你怎么了？阿克，不要因为不值得的人伤心，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他能给你的，我也可以。你给不了，除了他，谁也给不了。你现在过来一趟。盛小姐，阿克是不是让你调查我被绑架的事？少爷是这样吩咐的，现在已经有眉目了，相信很快会有结果。不用了，你只要把这个给他就行。你在医院的弟弟急需用钱吧？这里面有300万。盛小姐放心。沈客，为什么你那么狠心？为了圣旨，连我们的孩子都不要。圣旨，是你？你是那个绑匪？你们怎么会在一起？你们想干什么？我要干什么，你很快就会知道。带走。阿克，救我！救我！沈少爷，盛小姐在我手里，想要救人就准备好1000万。你到底要干什么？当然是让你永远消失啊！想跑，可能吗？我没做过对不起你的事，你的命都是我救的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因为你出现抢走我的风头，沈客也要和我分手。你敢说什么都没有做？我想不通，像你这种什么都没有贱人，沈家那老太婆到底喜欢你什么？更让我想不通的是，沈可居然会为了你离开我。我圣旨从小到大想要的东西从来没有得不到，你敢跟我抢，那就是找死！你简直疯了！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这么死掉，我会让你万念俱灰，让你看到，在沈客眼里，你什么都不是，你永远都比不过我。圣旨，你看在我救过你的份上，你放我走，我保证我绝对不会再出现在你们面前。不可能！动手！彤彤，阿克，救我！快救我！沈少爷，好久不见。是你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1000万，带来了吗？放人！人我可以放，但我只能放一个。沈少爷选吧。我2个都要救，你最好现在就放人，否则你绝对不可能活着走出去。走不走得出去是我的本事，现在嘛，人在我手上，你就得按照我的规矩来。阿克，他们和彤彤是一伙的，彤彤才是幕后的主使。上次他假装救我，这次他假装和我一起被绑架，这样他就没有嫌疑了。你救我，彤彤不会有事儿的。我没有，明明是你把我绑来的。你不要再狡辩了，刚刚我明明听见你们说的话了。你说阿克不让你把肚子里的孩子生下来，所以你要一笔钱远走高飞。阿克，我没有绑架过他，
这一切都是他设的局。你救救我，救救我的孩子！你如果选择他，我和孩子一定会死的。沈克，你不要再相信他了，他在演戏。怎么样，选好了吗？少爷，你要我调查的东西我都调查好了。少爷，幕后主使是童小姐，这些绑匪都是她找的。你信我一次，救我！我真是小看你了，没想到你居然这么恶毒。我选他。阿珂，你不要这样，我求你救我，救孩子！你闭嘴！我最后悔的事就是认识你，你的死活与我无关。阿珂，我好怕。从今天起，你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，否则我不会放过你。我们走。阿珂，沈克，你救我，救孩子！看来今天就是你的死期啊！在你死之前，我们两兄弟好好满足你啊！为什么你要不停的算计我？你知不知道，我真的喜欢你。我错了，彤彤有危险。亲爱的宝贝，感谢你选择我做你的妈妈，但是很抱歉，你的爸爸不在我们身边。虽然如此，他依然是妈妈最爱的人哦。妈妈爱他已经很多年了。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，妈妈其实不是这个时空的人，妈妈是7年后的时空回来的。那时候我和爸爸已经结婚了，可他不爱妈妈，他爱的人在7年前面被绑架而死。从此他再也没有真正开心过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我来到了这个时空，我想让爸爸快乐，所以选择放弃一切救下他爱的人。妈妈其实也很委屈，但老天不会亏待善良的人，所以妈妈等到了你。你们不要过来，再过来我就从这里跳下去。所以第一次见面你不顾一切的救了圣旨，所以你说你是我老婆，你怀的是我的孩子，你做一切只是为了让我幸福。我对不起你，你等我去救你，我求你再等等我。你跳啊，反正你今天也是死路一条。我选他。阿珂，你不要这样，我求你救我，救孩子！你闭嘴！我最后悔的事就是认识你，你的死活与我无关。从今天起，你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，否则我不会放过你。我们走。会有人来救我们，孩子，妈妈带你一起离开。不要啊！彤彤！沈克，我和孩子永远不会原谅你。彤彤，你怀孕了。这个孩子我一定要生下来。你做梦！我选他。阿珂，孩子！我回到了7年后的时空，我的孩子。我救了圣旨，却害死了我自己的孩子。圣克，哪怕圣旨害我致死，你还是爱他。缇娜姐，今天期间 Z 先生，你看这道请子怎么样？缇娜姐，你怎么哭了？我改变了7年前的时空，所有人的命运轨迹都发生了改变。圣旨没有死，我妈没有出车祸，我没有嫁给沈克。然后我出国打拼，7年的不懈努力，我成为了港城万德拍卖所最顶级的女拍卖师缇娜。穿这件
你的品味需要提高一下了。缇娜姐，如果不是公司里那帮外国佬，凭你的战绩，早就可以坐中国区副总裁的位置了。原来没有遇见沈坑的人生，我可以活得更精彩。7年了，让你找的人有线索了吗？还没有，我们翻遍了全国所有叫童童的人，都没有找到你要找的童小姐。继续找，有任何消息都不要放过。是。对了，老板，您以 Z 先生的名义举办的慈善拍卖会，由万德拍卖行的首席拍卖师 Tina 小姐负责，您要不要提前跟她见一面？阿克，谢谢你答应让我回国祭拜我们。盛小姐，如今以你我的关系，你应该叫我一声沈总。阿克，7年前童童出事，你已经让整个盛家覆灭，把我放出国外整整7年，难道还不够吗？7年前是小瑞算计了我们，他买通宋明，让你误会童童，又和绑匪串通，让我错怪了他，这才导致后面的悲剧。可我也是受害者呀！阿克，你不要对我这么冷漠。所以我没把你怎么样，不然你以为我会轻易放过你吗？我不相信你对我一点感情都没有。阿哥，我在国外的7年，你一直给我钱，你心里还有我的是不是？我留着你是因为还有一些疑惑没有解开，我要等彤彤回来亲自问他。如果和你有关，我不会手下留情。进来把盛小姐请出去。另外，秘书处连个门都看不好，随便放人进来，通知下去，秘书处的所有人全部滚蛋。阿克，我们那么多年的感情，你真的一点心都没有了吗？我的心在他带着我的孩子跳下去的那天就已经死了。盛小姐，请吧。彤彤早就死透了，现在我好不容易回了国，一定要把你抢回来。阿克，我绝不会放弃。彤彤，你在哪里？我好想你。抱歉，这位小姐，没有邀请函，我们不能让你进去。我是沈氏集团高层，邀请函忘带了。沈氏集团？那好吧。等等。什么人都敢冒充沈氏集团的高层？没看见总裁未婚妻在这里吗？只要让盛小姐看一看，就知道是不是沈氏集团高层了。没错，咱们上流社会的酒会可不能什么阿猫阿狗都放进来，拉低了我们的档次。是不是沈氏集团高层？转过头来给我们看一眼就知道了。我要和过去那对烂人纠缠，先办正事。她是我的女伴，我来晚了。哦，是景院长啊，里面请。彤彤，真的是你吗？景深哥，是我。彤彤，这些年你去哪里？你知不知道我们都急死了？景深哥，我的事晚点再说。我今天来是来见一个客户的，你也别叫我彤，现在大家都叫我缇娜。等我把事办完，我再跟你解释好吗？无论如何，你能回来就是最好的。这么多年，我这颗心终于可以放下了。对了，你这次回来，沈坑知道吗？我的事关他什么事？我不想和他扯上任何关系，所以你一定不要叫我彤彤，知道吗？我怎么觉得那个人好眼熟？我像是……是你，你是人是鬼？你到底是谁？这位小姐是做了什么亏心事吗？这么怕鬼？不可能，那贱人早就死了。你到底是谁？来这里有什么目的？你是不是回来找阿克的？你说！阿克是谁？你怕是有些精神失常，早点去看病吧。无论他是谁，就凭他这张脸，我就不能让阿静看到他，否则一切都完。保安，把他给我赶出去！你凭什么赶我出去？就凭我是沈氏集团的总裁的未婚妻。反正我已经收到消息，阿克不会来酒会，这里的一切我说了算。盛小姐和沈总的绯闻已经很多年了，没想必是真。听说沈总这么多年不结婚，都是在等盛小姐从国外回来呢。居然敢惹沈总未婚妻生气，还不快滚！你们在干什么？没事吧？景深，就算她是你的女伴，得罪了我也得滚出去。恕我孤陋寡闻，我虽然不在海市，但是首富的消息还是偶尔关注的。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沈氏集团总裁公开承认过这位小姐是他的未婚妻。这倒是真的，我也没听说过。
你们，那就是说，这个未婚妻的身份是这位盛小姐自己给自己的。哎，真是奇怪，沈总那么爱你，怎么不给你一个名分呢？是啊，我只记得7年前沈老夫人曾经公开承认过一个小姐是沈家孙媳妇儿，但不姓盛啊。好像是姓童，叫童童。除了她，沈家再也没有公开承认过任何人。那贱人算什么东西？今天我不管你是谁，就算是鬼我也不怕。如果你再不走，别怪我不客气。是吗？我想看看你要怎么不客气。不好意思，我今天打了你的前女友，你要是想为她出气，我随时恭候。阿克，你怎么来了？彤彤，你终于回来了，终于回来了！你好，沈总，我是万德拍卖行的 Tina， 初次见面，请多关照。沈总，她是我的女伴 Tina， 你认错人了。是阿克，她是 Tina， 她不是彤彤。看来沈总不愿意交我这个朋友，罢了。彤彤，7年前的事是我错了。是我耳朵出问题了吗？沈总当面认错，这位小姐到底是何方神圣？难不成这就是7年前沈氏集团公开承认的未婚妻童小姐？这，沈总，她不是。她是谁？我比你更清楚。我们的事，你最好不要插手。怎么回事？他是童童？我不是。你要干什么？我已经说过了，我不是童童。你是童童，你是……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这就是当年的误会。你的检查报告单医院弄错了，上面说你怀孕2个多月，可我们在一起只有半个月，所以我以为那个孩子不是我的。宋元被盛元收买，伪造了证据，诬陷你绑架圣旨，我信了。我以为那些绑匪是你找来的，我以为你不会有危险，所以我选择了圣旨。然后我看到了照片后面的信，我才知道你怀的是我的孩子，你是我的妻子，一切都错得那么离谱。我知道都是我的错，是我害了你，害了孩子。我真的找了你好久好久，你回到我身边好不好？彤彤，我们时空错位，有很多信息也是错位的，你不能对我那么残忍。你知道这7年我是怎么熬过来的吗？你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补偿你好不好？可是人生没有回头路，我的孩子永远不会回来了。沈克，我判那个孩子判了7年，是你不要他。你可以不爱我，但是孩子是无辜的。彤彤已经死了，死在了7年前。现在在你面前的只是拍卖师 Tina。抱歉，我实在没时间陪沈总缅怀过去，告辞。彤彤，我没有不爱你，彤彤，我爱你。你有什么资格说爱我？就凭一张纸，你就认定我怀的不是你的孩子，认定我绑架圣旨？你相信别人远胜于相信我。你知道我在这里熬过多少个夜晚吗？你知道每次你回家我有多高兴吗？你知道我为了你煮了整整7年没有人吃的宵夜吗？你知道每一次你要了我都会跟我说什么吗？你说记得吃药，
那不是我，彤彤，你这样对我不公平。你可以不记得，但是你不能抹去我的记忆。老夫人，王管家，你这孩子怎么连奶奶都不叫了？老夫人，我先走了。欢迎缇娜小姐。缇娜小姐，我是 Z 先生的助理，这边请。缇娜小姐好。他们怎么都认识我？昨晚您的照片已经传到我们公司的所有网站和工作群里了，目的就是让我们公司的所有人都要认得您，不允许再出现任何顶撞您的情况。你们对每一个合作伙伴都这么细心吗？当然不是，您是这个集团未来的主人啊。什么？缇娜姐，怎么了？这里是沈氏集团。对啊，那你怎么不告诉我？你也没问啊。缇娜小姐，请留步。缇娜小姐，这是慈善拍卖的合作合同，您看看没问题，现在就可以签。这合同，您确定您这边没问题？所有条款都有利于缇娜姐，对贵司没有任何保障啊！这公司都是你们缇娜姐的，合同什么的，走过场而已。这个合作我不要了，萌萌，把合同放下，我们走。黄萌萌，缇娜姐，我今天才把1万骂了，要是不把合同拿回去，他得活剐了我。我不要，我不想失业。你先给我出去。沈总有什么条件，请一次性说完吧。我的条件就是，你把这些合同都签了。什么？这些是我名下所有的动产、不动产、基金、股份、存款以及投资的项目，还有这个是我银行保险柜的钥匙，已经做好公证，你签了字，这些都是你的，我1毛钱都没有留。不管你原不原谅我，这些是我的诚意。沈哥，我不要你的钱。我知道，以你现在的能力，赚的钱花不完，但是我想把我的所有都给你，不完全是因为弥补，而是这7年的思念，终于让我知道我有多爱你。太晚了，我不爱你了。太晚了，我不爱你了。服务生，阿珂，我知道你现在很难受，我来帮你。何必呢？你中了最烈的药，难道你想活活被憋死吗？你到底怎么了？你快走开，不想再伤害你。走开啊，彤彤，我舍不得再伤害你，我求你了，你走吧。I believe, I believe, 넌 넘어지지 않아. I believe, I believe.
吗？我昨晚睡得早，我什么都没听见。我是让你把合同给总部寄回去。缇娜姐，你同意了？总不能和钱过不去。你们什么时候把日子选一选？妈，我正想跟您说，明天慈善拍卖会后，我想回港城，您跟我一起去吧。彤彤，你……沈克，我们出去说。彤彤，你什么意思？我们昨晚……沈克，我想重新开始，但不代表一定需要你。没有你的这7年，我在港城过得很好，过去那种卑微的人生，我不想再体验。我知道，我可以支持你的事业，我可以把沈家所有的一切都给你。然后呢？坐在金山银山上，每天猜你爱不爱我，爱我多还是爱别人多？这样的日子我过够了。沈克，你听着，我只说一次，7年前绑架我的人不是盛元，而是圣旨。污蔑我绑架他的人也是圣旨，害死我的孩子的仍然是他。包括那张检查报告单，我不相信医院会犯这种低级错误。但是我没有证据，你信我或者不信我，都随你。要怎么处置也随你。我信你，我会还你公道。一个人都看不住，我养你们有什么用？怎么发那么大火？你们先下去，加强安保。是。是谁跑了？圣旨，我本意是想让他当众给你谢罪的，可是让他跑了，抱歉，答应你的事总是做不到。以后有的是机会，今天先把拍卖会办好。你怎么想到把拍卖会地点定在这儿啊？这是我们相遇的地方，我还记得当年你在这里弹钢琴的样子。没有我的7年，他原来如此耀眼。恭喜我们的最后一件拍品以9亿9千万成交。贱人，我要杀了你！阿克，阿克，阿克，你没事吧？他怎么样？他没事吧？你们得做好他再也醒不过来的准备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很有可能是植物人。你为什么要这样？为什么？沈克，你就是想让我走不成，你就是想让我一辈子不安心，是不是？为什么不管在哪个时空，你都不能放了我？你不是要对我负责吗？你不是说对不起我和孩子要赎罪吗？那你醒来啊！童小姐，老板本来不让我说，但是我不得不说。这7年来，老板找了国内国外专家，一直在研究时光机项目，目的是希望能够把它传送回7年前。老板说，如果能让他回到7年前，他付出任何代价都可以。这是一直放在老板办公室的照片，我也给您带来了。